BMI 体位计算机的延伸。那 BMI 体位计算机的延伸啊，跟我们在设计 BMI 计算机有点类似哈。那我们这里没有教各位怎么去做那个判断输入的体重的输入跟我们的身高的输入，它都不合理的状况该怎么来处理？甚至呢，我们之前是刚所讲的空白啊、复数啊，那怎么办？甚至呢，我们要计算 BMI， 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合理值的一个判断哈。比如说，我们的人的体重不会超过500公斤，也不会超过10公斤，因为我们不是晋级的巨人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size， 所以在我们这里写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合理值的判断，告诉使用者他的输入的状况，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 App 变得更有一个什么使用上的一个亲和力，或者是让使用起来更合理性一点，就是让使用者的体验，一般所讲的 US 效果更好一点。那甚至呢，肥胖对使用者来讲也是文字而已嘛，我们可以增加图像的显示，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图片，好，比如说加一个胖子的图片，或者是体重机坏掉的一个图片，来告诉使用者说你目前体重过重了，所以呢你需要做适当的运动来做一个减肥，甚至加上声音的播放来强化 APP 一个使用者的体验的一个效果。因为呢，有时候 App 发出声音的时候，对使用者来讲，它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提示哈。所以呢，在设计 BMI 计算机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甚至这里我们的位数34.60208位数太多了，我们也可以取整数的部分。那这个在我们的数学里面的这些组件或是程式的一个区块，有可以取整数，可以做四舍五入，或者是取小数点底位的部分，都可以来做一个处理。好，那我们来对这个单元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那我们这个单元基本上教了各位怎么设计一个 BMI 的体位计算机。那我们的体位判断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程式设计的3大基础结构：选择，一般所谓的判断，或者是 if then else， 或者是所讲的如果则否则部分。那我们一样用 PIOD 的方式来告诉各位我们那个 BMI 的体位计算机它的程式该怎么设计。那这里我们就没有介绍 BMI 体位计算机的画面，它的界面的设计，因为跟我们的前一个单元 BMI 计算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来做调整。唯一要调整的就是我们需要多一些变数，这也是属于程式的部分，还有我们的 BMI 的体位的判断的程式的一个选择的流程该怎么来做。那我们也教了各位用 APP 专案的复制，就是不动，就是用原来的程式，用原来的专案再复制另外一个专案。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是用中文的开发的一个界面，所以呢，它的复制的一个新的专案的名称有中文，你一样要维持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的专案名称必须是英文的，而不可以是有中文的。那我们可以透过刚刚所讲的 BMI 计算机，把它变成 BMI 体位计算机，就不需要变动任何的界面，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程式码就可以来做处理。那如果你想让你的 APP 变得更具有使用者体验的一个效果的时候，你可以加上一些仿呆处理，或者是一些图像，或者是一些音乐、音效这一些多媒体的效果，让你的 APP 更具有效应。好，以上是我们的参考资源哦。那我们的选择部分，各位可以参考我们的维基百科结构化程式设计里面有所谓的选择部分。那对于 BMI 体位啊，各位可以去我们的那个国民健康署的 Health 99这个网站去看一下相对应的资讯。